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林珍瑜议员、叶清源律师、王宏伟委员、黄建豪委员、唐湘龙先生。好，大家就很关切了。今天韩国庆州川习终于会了哈。那会之前，川普其实很会夸赞人，哄死人不偿命，对不对？这事后再说了。但是赞美人啊，他说习近平是伟大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啊。那习近平就说，中美有摩擦，两个大国嘛，很正常哦。但是我们作为掌舵的人，应让中美关系平稳前行啊。另外呢，川普说，能够跟我长期以来的朋友在一起，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啊。会后，他们谈了1个半钟头，会后呢没有开联合记者会，那川普就走了，搭空中1号。没有开记者会，川普也没有。以前是这样，要不然就开个联合记者会，要不然就个别各带开去开个记者会，然后各说各话。但是这次都没开啊。然后呢，但是川普在空军1号上，因为那个空军1号上面可能有很多记者啊，除了官员还有很多记者跟着。我以前有本书叫《权力的游戏》，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些记者或者这些官员，总统出巡他不只有一架飞机的了，谁跟总统坐在一个飞机上，哇，大家都在看啊。可能有一些大牌记者在第1架飞机上，也有一些记者在第2架飞机上，甚至有些官员在第2架飞机上。然后到时候谁下飞机的时候，谁跟总统站在他后面下来的，除了他太太以外，那都是这个权力中人这边比这个比那个哈。所以呢，他在空军1号上面呢，一定也有记者在啊。所以呢，他也跟记者讲了，当然很关心有没有谈台湾呢？因为川普事先讲说会不会谈台湾不知道，可能会，但是也不一定。台湾就是台湾。就是说没谈，真的没谈，假的没谈，也不知道到现在，还要看大陆方面放的消息怎么样，也有可能没谈，真的没谈，也有可能谈的说我们对面不讲，通通不知道哦。那他说呢，我立刻下调对中国芬太尼的关税，因为芬太尼加20%，说中国呢这个有答应他把芬太尼的前驱物，就做芬太尼前面的这些产品呢，要严格的来加强管制。让他不要这个跑到这个国外去，跑到美国去。那另外呢，川普他明年4月访问中国，那习近平接着也会回访美国，回访啊，所以彼此礼尚往来嘛，有来有往啊。那另外呢，这次谈了1个半小时，其实我觉得还好了，因为川普原来在去的时候，川普说我们可能会谈2至4小时，那谈1个半小时，说比预期长，可能预期1个小时，但是常常会延嘛，而且中间有翻译啊。就算习近平会讲英文，他也不可能跟他用英文谈了，一定是要讲自己的语言嘛那所以你自己看90分钟，如果扣掉翻译，也就是45分钟所以时间其实并不长。不过因为反正明年还要互访嘛，所以很多重要的事情互访时候再说吧。这次主要就是关税，我觉得这次主要是贸易了那会谈一结束，川普就火速搭空军1号回美国，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没有举行个别记者会。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要回去感恩节有很多活动，感恩节有很多活动呢，所以呢，这个活动一个接一个，所以川普回去要参加活动，他每天这个行程真的排得蛮紧的哈。好，那么这个川普昨天跟李在明韩国会议的时候，同意南韩要核潜舰，说那个柴油潜舰不行了，太笨重了，已经不合时代需要了，要核潜舰，我们应该趁势要那我们连那个柴油潜舰到现在搞得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海空号到现在还都没下，还没有潜水都还没潜呢那但是韩国有保证，说我们的核只是动力，不是核武器。我的核潜舰上载的武器还是传统武器，你不要担心，我不会随便发核武器的。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站到美国及中国国旗前，等了1秒、2秒、3秒，接近10秒后， Mr.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让川普尬等近10秒，终于出现。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川普握手寒暄，川习会正式展开。Good to see you again. 很高兴再见到你。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但是这不好。暌违
为6年的会面，川普开玩笑笑着拍了拍习近平的背，两人在釜山金海国际机场的贵宾室益丰楼举行会谈。除了配合川普30号下午离境及习近平30号访韩的行程，之所以选择这里，主要是考量金海机场作为军用机场的特殊安保优势。接力于2005年 APEC 峰会前夕，益丰楼为接待各国领袖在空军设施内建造。有作为会场的会客室附属空间，隐秘到连导航都找不到。南韩空军甚至在近期进行改造，成为优先的选择。We'll be having some discussions. I think we've already agreed to a lot of things, and we'll agree to some more.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Given our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we do not always see eye to eye with each other, and it is normal for the two leading economies of the world to have frictions. 习近平表示，自川普在上任来，双方保持密切联系。他相信双方的愿景能相互促进。而川普自第2任期来，一直对大陆积极动用关税手段，加上大陆对稀土元素出口实施报复性限制，使这场会面显得格外迫切。是不是能达成协议，减缓美中贸易战的紧张，世界都在关注。刚刚稍微要更正一下哦，是万圣节的活动，不是赶紧过了。万圣节的活动哈，不给糖就捣蛋啊，老美小朋友很喜欢哈。好，那么香龙怎么看他们今天的这个会面？我觉得大家因为之前川普在无意当中呢，他没有关麦嘛，他说他可能会谈3-4个小时，但是所以当最后只谈了1小时40分钟的时候，你说因为他们结束的时间呢，刚好是亚洲股市盘呢正在呢接近了收盘的时间，你从亚洲的股市盘可以看得出来，市场当中对这1小时40分钟的谈话的长度很有意见。他们认为这个长度显示中美呢谈得不好，所以你就发现呢市场呢突然间的一阵的急杀，台股本来是涨的、啊，对，然后呢黄金呢突然间呢就一阵子急拉，但是我认为那个呢是市场过于敏感所做的错误解读。中美之间在这一次的见面行礼如仪，就是没有让你的 surprise 的情况。但是大家会觉得说，那既然没有呢如预期当中的这么好的情况，那就是坏消息也不是。你看到了，刚刚的主持人提到了，彼此之间呢互相做了正式的邀访，当面的邀访。明年的春暖花开的时候，因为1、2、3月大陆都还很冷，那个时间呢领导人呢是不会动的，基本上面呢都是4月春暖花开之后呢才会开始有这种尤其川普呢年纪也大了，天气这么冷，天寒地冻加飞不太可能，所以一定是明年春暖花开之后，对啊，所以呢，在这种的氛围下面来讲，大家呢都已经提出了互访。第二个就是说呢，许多的舆论的焦点就是，那看起来是习近平的见面的时候呢不开心。其实你怎么看到习近平很开心过？习近平的脸呢就跟我一样，就常常就一张老 K 脸。那个呢那是很正常的情况。他最后呢再出来的时候呢，勉强挤出一点笑容，那大概就是呢习近平正常的表情。两个人之间呢，从所出现的文字稿来讲，互相的就是说呢肯定。互相的呢，就是说对于当下呢这5个回合，尤其是吉隆坡回合的谈判，因为下午3点钟的时候，大陆方面的商务部已经正式针对的吉隆坡谈判当中所达成的几点共识，在面对媒体正式呢对媒体交稿。你从呢中国大陆商务部正式交稿的内容来看，其实就很简单，一系回到解放前，就是大家呢基本上面把之前的这五次的谈判，以及4月2号之后，美国呢不断的释放消息，什么301啦、232啦，然后所有的关税100%啦，这些呢等等的，以及呢港口费，不断的呢对中国所进行的敲打跟封锁先拿掉。回到4月2号以前，因为4月2号呢，川普说的解放日，所以中美之间呢，先回到4月2号以前。同时呢，川普呢在离开的时候主动说呢，先把关税这个芬太尼的关税呢降低呢10%，其他的相互制裁的措施，港口费啊等等的这些的过去的贸易上面的这些呢报复或者是攻击呢，都动作冻结1年。那冻结1年就很重要了，它其实并不是说
中美之间呢，解决了彼此之间以关税经贸呢为武器呢，把贸易武器化、把科技武器化这件事情，在今天见面之后呢，就结束了？没有，就只是冻结1年。在战场当中呢，这是一种所谓的战线冻结的概念，就是今天打到哪里，在这地方停。现实呢，先停火。那1年之内呢，基本上大家呢尽量保持呢相安无事。但是呢，对于明年，因为呢中美之间呢，除了互访的邀请之外，明年呢中国是 APEC 的轮值主席国，所以呢，习近平今年呢他一定会到庆州去，但是川普呢连庆州都没有去。美国总统已经保持了呢对于 APEC 呢不闻不问的态度，不是只有川普，你拜登也是一样啊。到巴厘岛呢去开会，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好像每次到亚洲来呢，专程就是跟习近平见面。见完面之后呢，人就走了 ，APEC 一点都不重要。因此呢，美国对 APEC 的冷处理，会使得接下去2天的时间呢，你在庆州看到的呢，将是大家排队要跟习近平见面。中国会成为 APEC 当中的主场，亚太经合会将来几乎就是中国的主场。但明年美国呢会办的 G20， 这一次我们在看的就是说，在整个呢中美之间呢，在5轮的关税呢谈判结束之后，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只要回到了4月2号以前，国际的媒体，包括了美国的绝大部分的主流的媒体，都认为中国大胜。中国在关税战贸易战当中呢取得了胜利，就是它只证明了一件事情就可以，就是美国对中国莫可奈何，中国到最后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而中国呢在整个中美的谈判当中谈出了一个比其他国家呢更好的关税的条件。这个呢对川普来讲，他现在基本上在最后这次的见面的时候呢，相对于他在跟高市早苗或者是跟了李在明的见面，川普呢在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气氛呢是稍微的紧张也严肃一点，达成了基本的目的之后，没有得到呢特别的对待之后呢，就回去。从中方来讲，就等待明年大家关注的台湾问题我只强调一点。中国人中国的领导人不会在第3地呢跟你谈台湾问题。你看到美国每次针对台湾问题对大陆做的重大让步，不管是尼克森是上海公报，克林顿也是到上海访问的时候，美国总统访中的时候呢，才是真的可能对台湾问题呢释放出跟台湾不利重大讯号的时候。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川普今天离开韩国，那习近平今天到达韩国哦，习近平这个还要参加2天的 APEC 会议，那川普回去了啊，说万圣节比较重要哈。那他们今天谈了1个半多钟头哈。那这边是说习近平想要从川习会达到5件事，这是美国的 NBC 报道，稳定性、降低关税、科技宽松政策，跟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互相尊重。我想互相尊重没问题了，彼此都讲对方好。稳定性嘛，就希望，但稳定性很难跟川普谈，因为川普就是个不稳定的人嘛。他今天稳定，他今天这样想，明天这样想，他是跳动式的思考啊。那另外呢，这个降低关税应该是降低了。科技宽松是不是要放松啦？辉达啦，什么这些晶片啦，放松啦等等。另外呢，这个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另外呢，这个外媒说美国降关税10%。大陆买3批美国大豆18万吨分3批去买所以川普也很高兴，已经开始买大豆了，已经开始买大豆了大家不要看农业的产值其实不高的，大豆能赚多少钱嘛？跟那个高科技产品，对不对？你1船的大豆去，可能还没有人家1飞机的产品价格高。但是农业问题经常是一个经济问题再加上美国农业州，因为美国制度跟我们不一样，它就算是任何州。再小的州，什么达拉维尔啦，什么蒙特纳，它也是2个参议员你德州、加州、纽约州再大也是2个参议员参议员在美国权力之大一共才100个参议员，任期6年你什么你重要的大官啊、大使啊、将军都要参议院通过才能够通过的。所以呢，你说是农业州，但是农业州它的参议员很注意它的农业，为什么 AIT 什么那么在乎这个农业？就是因为它政治上影响力是很大的那川普说：“我昨天说了，我批准南韩打造核潜舰，所以呢，因为呢中国有核潜舰，北韩也说他在发展核潜舰，而且有核弹，
所以呢，南韩说我也要一个核潜舰，那川普说同意他了，哦，可以了，啊，那他为什么要什么叫他批准呢？你连那个原料都要从美国买啊，你到时候核的那个浓缩铀的原料哪里来？现在只有美国有啊，哦，美国买啊，不是只有美国有的，这台湾、日本都是跟美国买的啦，啊，那欧洲当然有他们自己的哈。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宣布，他美国要重启核武试验，所以因为呢，俄罗斯现在是第2名，中国远远落后在第3名，核弹头美国有差不多5、6千个，对不对？俄罗斯有5、6千个，哦，然后中国好像500个，但是呢，中国很快他们是会到1000颗，所以呢，他说他们5年内就会追上美国。所以我虽然不愿意，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叫战争部去恢复核武测试。哦，这个也蛮麻烦。就原来大家是限武、限核，现在开始又要发展哈。那这种武器一发展，这没完没了了哈。那另外呢，有没有台湾说没有谈台湾？哦，没有谈台湾啊。那另外呢，台湾会不会考虑要换驻美代表？所以因为现在好像驻美跟川普都没关系啊，这个圈子啊。那林佳龙说没有，现在没有考虑到，他考虑会告诉你了，也不会告诉你了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TBS 记者在韩国报道川习会的情况。美中元首峰会川习会已经正式的落幕了。那么整个过程历时1个小时又40分钟。川习会结束之后，川普就说呢，美国会降低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商品关税。那么而且是即日起生效，而且整个可以明显看到，就是这场川习会是聚焦在就是经贸的议题。不过这次川习会非常愉快的这样的气氛也铺排了，川普将要在明年4月访问中国大陆，再跟习近平见面，并且呢，他也谈到说，如果要打分数的话，1到10分，他认为川习会的分数是12分，超过了满分的这样子一个标准。那他也认为，就是习近平是一个大国的伟大的领导人。来，洪伟怎么看？我想今天川习会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降温了。那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就是美国以这个芬太尼说，这个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调降了10%的关税，这是最具体的。那另外那个川普美国非常在意的稀土的管制，会这个会延长，还有包含大豆哈，大豆刚才虽然讲说这个农产品产值不高，但是呢这个大豆刚刚好就是你川普的铁票区啊，那所以这一段时间中国除了用稀土来卡脖子之外，还有一个大豆的采购卡脖子。那个他今年从5月份开始不买了，然后到了9月呢，它的进口可以变成0那真的让那个美国这些农民全部都跳起来，所以川普的压力非常非常大。那所以他今天讲说，这个中国呢已经承诺说要买很大量我也不知道大量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啦很大量的大豆。那显然呢，川普会觉得说，我有得到一些第一个稀土，还有这个大豆。那另外一个最值得观察的，就是美国对于科技的放宽，特别在晶片的部分，川普自己承认有谈晶片，但是谈的具体是什么？因为之前本来是说呢，辉达 Blackwell 说会放宽，就美国自己境内很多人说不行啊，不能够放宽啊。如果放宽的话，立刻这个以现在中国的这个科技的进步，马上就要跟这个中国平起平坐。那所以说没有辉达 Blackwell。可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晶片放宽？我觉得这一点是后续必须要去追踪。我想大家都会非常关心。那另外，到底有没有谈到台湾？我认为可能没有谈到台湾，因为今天只有1小时40分钟，时间非常短。刚才讲了要谈大豆、芬太尼，要谈稀土，要谈访问中国谈那么多啊！你在这个。短的在将近1个半小时之内，你可以谈那么多的议题吗？可是这是不是代表说台湾可以完全的松一口气？我觉得不尽然，因为他们现在是说明年4月访中嘛，那看起来就是因为今天结束的时候，虽然他就是谈得很短啊，谈很短是怎么样呢？相谈甚欢，一下都谈完了吗？还是呢话不投机半句多啊，他不要谈了。可是，在最后，因为他们送习近平的时候，大家都脸带笑容啊，罗比欧也脸带笑容，所以看起来是还蛮融洽的。好，所以
对台湾来说，能不能松口气？刚那个因为休息的时候，那个叶律师讲到民调，我刚看到，就是 CNBC 做了一个民调，现在在美国认为美国应该跟中国保持一个和平谈判接触的比例已经超过50%。53%，比之前是明显的不一样。这也是在整个的华盛顿就是在美国的政坛里面，有一些人会担心有一些鹰派，因为原来很鹰嘛，对美国很鹰的。那本来觉得川普是鹰派，可川普你现在越来越鸽，然后要跟他见面，然后还要访中，然后都相谈甚欢等等之类。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有一些媒体最近一些主流媒体对台湾的评论也是变得越来越尖锐，尤其前一阵子就是 Time 讲的说他是就是赖清德是鲁莽鲁莽的领导人，哇，让赖清德非常生气。所以有一点就是在美国的政坛里面，是不是丞相起风了？也就是对美之间，就是对中国跟台湾之间，美国那个横平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才是让我们现在的执政党跟我们的执政国安团队仍然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方。其实谈好还是不，就今天说没谈，谈好是不谈好难讲。那如果谈，这个川普今天说，这个我美国以前是不支持台独，现在反对台独，那对独派人士当然是不好。但是不谈就好嘛。以前我们看以前场景呢，美国会说，台海和平不要破坏台海和平，任何一方都不要破坏台海和平。美国表达我对台海、亚太的这个安全的顾虑，那大陆就说台湾是我内政的问题，你不要外国不要干涉。大概以前就对话大概就这样，要不然就台湾是我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类似这样，那都不谈，那表示从某个角度，那川普不在乎台海和平哦，台海的稳定哦，亚太的这个维持现状跟安全了，是这个意思吗？那是不是说好不好？台湾问题是你大陆自己去解决了，我不要管了，这是你们内部的问题，是这样吗？如果这样就是不好哦，对台湾就是不好哦。所以到底不谈是好还不好，有不同的看法了。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了，好吧？到底川普原来他以为有可能会谈，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因为是深水区题目嘛，川西二人都没回应，而一早的立院，我方也紧盯。我们对台美关系有信心。那也有密切的沟通管道。只是 CNN 报道，美方高官虽然认为川普不太可能在会谈中被迫表态反对台独，但川普拒绝排除台湾成为美中贸易谈判筹码的可能性，因此台湾当局很焦虑，传出有意改派驻美代表，加强与川普圈子的有效互动。美处的功能也发挥得很好，所以我们没有打算要这个召回驻美代表于大雷。目前没有。区域各国期盼维护台海和平，只是总统在29号的将官晋升典礼上，首度提到这件事，被解读是回应王沪宁日前说的中共将坚持和平统一。台湾除了要展现守护家园的决心，更要坚定反并吞、反侵略、反对推进统一。那言下之意就是要台独了嘛？这个两岸的关系保持某种程度的模糊，对台湾是有利的啦。就像美国对台湾也是一样嘛，结果你把它清晰化，说是配合新的现状滚动式调整，但就看这答案区域买不买单。叶律师，刚刚洪薇姐提到那个民调哈，其实那个就是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的民调哈，就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的民调。那除了53%的美国民众认为应该跟北京加强和友好合作之外，54%的美国民众反对对于中国制造的产品苛征更高的关税。那其实另外的讯号是同一个时间哦，昨天有4个民调出来，是关于那个 President Trump 他的 job approval 哦，就是对他的满意度。4个民调同步哦，都是过半数的美国民众不满意川普的 job的表现啊、哦。那最高的达到了57%哦，再来是55%、53%、51%，最低的对他满意度只有40%哦。另外，对于国家的政策方向认为错误的2个民调，一个是错误的是58%，一个是51%哦。那赞成他的分别是35%跟39%。所以我想，川普当然他是一个比较嚣张的候选人啦，的总统啦。可是我想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啦。那其实对他来讲，就刚刚主持人这个渣哥有提到的，他的农业州
州的州民，如果在大豆没办法出口的情况下，一定会转化成压力。所以这一次其实 fentanyl 那个其实真的是假议题，因为美中双方早就已经针对相关的这个产品的管制达成共识，只是透过这个会谈来达成一个我丢了这个议题，然后中国答应我要进一步管制其实这是个假议题，然后让川普创造一个我谈判了，我又赢了I'm winning, we'll keep winning 这个假象，那川普达到了他的面子，那中国也拿到了他的里子。就像这样回来。